啊，又是低扫，很重啊！今年我们的体育道路啊，要一个。自从金世基被死神方便在家门口 KO 之后，整个韩国拳坛3年都缓不过劲儿。在这3年的时间里，他们猥琐发育，暗中培养跆拳道高手，是要踏平整个中国拳坛一雪前耻。金世基更是直接派出2名弟子前来复仇。第一个出场的就是小泡菜金和泰。金和泰毛遂自荐来当出头鸟。身为金世基的得意门生，金和泰实力相当强悍，在韩国年轻一辈当中难逢敌手，同时也继承了棒子嘴硬的本事。声称师傅金世基是因为比赛前一天晚上被举牌宝贝勾了魂，这才导致第2天双腿发软，被死神方便捡了个大便宜。这嘴真是比王八壳还要硬，打不过还死不承认，找一些无赖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软弱。但这一次金和泰算是遇到了克星，中华竹剑张春雨霸气出战。张春雨出生于武术世家，在黑暗的泰国拳坛磨练10余载，造就了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毅力。就连波球都称他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大劲敌。由此可见张春雨的实力之强悍。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张春雨这柄中华竹剑如何戳爆王八壳一般嘴硬的韩国泡菜。还请各位老铁多多点赞支持，祝大家一夜暴富。红色短裤中国悍将张春雨，蓝色短裤泡菜小弟金和泰。比赛一开始金和泰就格外积极，竟然主动顶入内围与张春雨拼拳换腿。这家伙长得就像一条细狗，张春雨也不惯着他，不断利用刺拳与腿法拉开距离，但金和泰却不识好歹继续前压。结果张春雨接腿后大摆拳狂抡，随后又是一记低扫，轻松将小泡菜撂倒。接下来就是张春雨单方面的戏耍。张春雨现在控制的还不错啊，整个的。一开始打的顺风啊，西法是张春雨的一个强项。不是，感觉金和泰报价太开太散，而且在不能很好的预测对方的动作。你看对方出拳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上身、手和头的动作。对，但是我觉得像不得不说，韩国选手是真的头铁，挨了张春雨那么多记重拳重腿，依旧不要命的往里顶。看来他很清楚自己今天踢馆者的身份，只有打得足够激进，才有可能给韩国拳坛挽回颜面。赛前金世基也给他下了死命令，就算以生命为代价也要击败中国选手。然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金和泰的做法无异于千里送人头。张春雨沉着冷静，一边后撤规避，一边打防守反击。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强于对方，只要谨慎一点，防止对方耍阴招，胜利就是囊中之物。吃了3下吧，前手。对，他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到近身以后，张春雨会用西法。啊，西法。我们知道张春雨在昆仑决啊，出名的一战就是跟我们的泰拳王子波球有一战，力战3局啊。金和泰的打法就像一个二愣子，为了打出气势不顾防守，结果被张春雨左手平钩命中。从2人目前的表现来看，金和泰虽然在节奏上非常主动，但并没有对张春雨造成压制，甚至还被精准的点刺拳连续命中。作为国内数1数2的泰拳高手，张春雨不仅拳法精湛，对局势的把控也非常到位。像韩国选手这种主动把脸凑上来挨的对手，张春雨的出拳命中率几乎达到100%。金和泰打出一套组合拳。基本上张春雨出前手接近必中了，这个命中率实在非常高。基本上一出就有将近100%的命中率啊！是啊，又是低扫。随着张春雨连续2记重腿低扫，金和泰当即瘫倒在地。这家伙强行起立，表现得很淡定，实则内心慌得一匹。面对裁判的读秒，他强装镇定，毕竟今天可是要给金世基报仇雪恨的。如果现在就投降认输，那真的是有辱师门脸面，所以只能咬牙强撑。而张春雨则是趁他病要他命，不停低扫金和泰的左腿。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张春雨坚信，只要不断扫踢，早晚踢断小泡菜的狗腿。啊，第1局结束。这次是他第1次降级别来打67公斤。而且其实一般职业选手他降重下去的话，其实比本来那个级别的选手的那个体能，特别是那个爆发力，纯粹的绝对力量其实是要大一点的，因为他从上个级别降下来。短暂的休息过后，比赛进入第2回合。张春雨一改防守姿态，开始主动发起进攻，犹如下山猛虎一般与金和泰硬刚到底。了解张春雨的拳迷都知道，他是一位遇强则强的拼打型选手，只要在擂台上找到自己的节奏状态，就连波球都拿他无可奈何，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韩国泡菜，拿捏他那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对，加快了节奏。对，他虽然被屡屡命中，但金和泰也是
转身拳这下好中，但没中啊！又是一个低扫。如果张春雨还能有机会对对手的这个前腿支撑腿再加2到3个完全命中率的这种低扫啊，我觉得会提前结束比赛。也许是听到了解说的呐喊，张春雨又是一记重腿踢向韩国选手金和泰，当即跪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而裁判也给予其第2次读秒。看看金和泰能不能站起来。啊，韩国选手的这种意志力还是很强的。遗憾，对，但是这种支撑力，就像我们之前65公斤魏宁辉，随着2次击倒韩国选手，张春雨信心大增，继续用刁钻腿法往金和泰身上招呼。看来他决定一鼓作气 KO 这个嚣张的小泡菜。对，因为你近身一旦被对方搂抱，对啊，休息的时间，对，一定要，这时候你就拉到中远距离，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对手的这个腿还是非常的明显啊。此时张春雨又是一记扫砍，金和泰当即飞了出去，躺在地上痛苦不堪。这一脚至少把他踢个小腿骨折。裁判也开始了第3次读秒。8秒了啊，扔白毛巾了，白毛巾了啊！他们的教练就这样，张春雨凭借暴力扫砍，硬生生踢断了泡菜小子的狗腿，拿下这场实至名归的胜利，让金和泰灰溜溜的滚回了韩国。啊，张春雨的低扫非常的重啊！啊，我们看到教练扔的白毛巾，眼看着徒弟又被斩于马下，金世基派出了大弟子洪泰兴。洪泰兴不仅精通跆拳道，还专门到日本强化训练空手道，年仅26岁就成为了双料冠军，其成就比之师傅金世基都不遑多让。然而这师徒3人的狂妄自大也如出一辙，在赢下一场比赛之后，洪泰兴一把甩开中国裁判的手臂，碰都不让碰，还大放厥词要将下一个对手打进棺材里，以此来证明韩国武术的强大。然而这一次他又踢到了一块钢板，遇到了年轻气盛的中国小将郭锡闯。郭锡闯毕业于河南塔沟武校，18岁就拿下了陕西省散打冠军，扎实的基本功配合干脆硬朗的打法，在擂台上屡屡击败来华踢馆的外国悍将。这次又遇到一个口无遮拦的小泡菜，郭锡闯自告奋勇申请出战，决定给目中无人的棒子狠狠上一课。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红色短裤中国小将郭锡闯，蓝色短裤韩国棒子洪泰兴。中国选手打韩国人貌似都很喜欢踢他们的狗腿，郭锡闯也不例外，上来就是一记低扫将洪泰兴撂翻。本以为韩国选手会展示一下所谓的韩国武术，没想到郭锡闯直接开始了单方面碾压。洪泰兴呢，是我们在应该6年前见到过他啊，6年之后，没想到他还能活跃在这个擂台上。再一个呢，他在成熟，他在这种成熟，就是他在比赛里面打得非常的一种自信的张扬。要知道，洪泰兴今年已经是33岁，而这个郭锡闯今年只有23岁，所以从这个双方的这种打击的速度和力量上，明显红方选手郭锡闯战略。面对势如破竹的郭锡闯，韩国选手毫无招架之力，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抱头鼠窜。还有他的这种防守的技术，但是毕竟郭锡闯上年轻，比他年轻有10岁，体能非常好，而且他的拳法又还有打击的力量。他说郭锡闯打人专打脸，炮弹般的重拳丝毫不讲情面，当场将洪泰兴爆头 KO。就这样，郭锡闯仅用1个回合就霸气 KO 韩国选手，彻底打灭了小泡菜的嚣张气焰。不得不说，金世基这师徒3人妥妥的擂台喜剧人，接二连三来中国送人头，也不知道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相信自此之后，韩国的泡菜们再也不敢来中国的地盘耀武扬威。对于这场比赛，各位老铁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